蓝卫是个很乖的孩子，还在魏无羡腹中的时候便乖得很，出生以后也很少哭闹。蓝家许久没有过这样白白嫩嫩的娃娃，于是见了他的人总是免不了要多看几眼，亲近些的便总要上来逗他笑笑。蓝卫还小，以后品质德行如何，现在自是看不出什么的，但已经能看出他遗传了阿爹爱笑的天性。在小些的时候还不能认人，见了不知道的人也不哭，只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看，只要稍微逗一逗，就能咧着小嘴笑得开心。后来渐渐开始记人记事，便一看到熟人就笑，倒也不爱闹，也不太爱说话，大部分时间都安安静静。魏无羡吹笛子逗他玩，他就坐在旁边直勾勾地盯着笛子看，吹完了就笑，拿过笛子用小手指戳上面的孔洞，一个一个戳完了，还要学着魏无羡的样子吹吹。有时趴在琴案旁看蓝忘机弹琴，总是看一小会儿便要伸手摸摸琴弦。如果知道蓝忘机在看他，他就总是要爬过去，要让蓝忘机抱他。只是最近小人似乎不太开心，也不知道这么小的孩子哪里来那么多的不安。明明有双亲日日陪着，一群哥哥时时哄着，却只要看到周围人有要走的意思，脸上的笑容就能马上消失，一副要哭不哭的样子。蓝曦臣来净室看他的时候见了几次，只说是到了粘人的时候。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？还要从不久前的一天早上说起。这天蓝忘机照例卯时晨起，要去蓝氏给弟子讲学。起身的时候见那一大一小还在安睡，便愈发放轻了动作。谁知等他整理好了打算出门的时候，就见蓝卫正坐在自己的小床上睡眼惺忪地看着他，也不知是什么时候醒的，顶着一头睡得有些蓬乱的软发，见了他便伸着手递唤父亲。蓝忘机走过去抱起他，轻轻拍着哄了几句，小娃娃便又开始昏昏欲睡。眼看快要讲学的时间了，他便将快要睡着的蓝卫又放回了小床。谁知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室内传来孩子的哭声。魏无羡早在蓝忘机起身时便一直处于半睡半醒的状态，听到这声彻底醒了过来，起身将孩子捞过来，问道这是怎么了，这个时候起来哭。却见一向与他亲近的小蓝卫正着身子只要往蓝忘机地方向去，见蓝忘机又返回来将蓝卫抱进怀里。魏无羡看着他笑道，今日不是要去讲学，韩光君莫不是想要迟到？蓝忘机看他一眼，又在蓝卫背上轻轻拍了拍。蓝卫在被蓝忘机抱住后便哭声渐歇，魏无羡在旁边看着，又站起来要去抱他，道好了好了，你父亲还有事呢，阿爹来抱，我们不哭了呀。谁知魏无羡的手刚碰到蓝卫，小人的哭声又大了起来，还紧紧抱住了蓝忘机的脖子，看着越发伤心了。魏无羡顿时又惊又奇。蓝卫虽然有些粘人，却从没有过这种抱着人不肯放的情况，今日醒得如此之早还只要蓝忘机抱就已经够奇怪了，竟然连他这个阿爹都不要了。可那边蓝忘机又是真的有事，又不能让蓝忘机抱着蓝卫去讲学。一脸严肃的韩光君抱着个满脸眼泪鼻涕泡的奶娃娃给一群弟子授课，这画面光是想想魏无羡就觉得精彩无比，想着想着他就乐了，但到底也是知道这样不行，就想着要赶紧将蓝忘机从亲儿子手里解救出来。正想再哄一哄蓝卫，就听到小人儿委屈巴巴的声音，父亲不走。魏无羡立马笑了，说道，你父亲要去见的你师兄们，等下还要回来的。蓝卫却理也没理他，继续小声啜泣，不走。蓝忘机便应他，不走。你真的不去了？魏无羡惊讶。魏儿在哭。蓝卫几乎从没有哭得如此伤心过，蓝忘机难得有些无措。小孩子总是要哭一哭的吗？难道以后他再哭，韩光君便只守着儿子了？韩光君是打算有儿万事足？这样可不好啊，我们父子俩在别处无依无靠的，可还指着韩光君养家糊口呢。魏无羡说着，伸手将蓝卫抱了过来，才接着说道，你先去吧，他等会儿就好了。说完便低头拿着帕子给再次哭起来的蓝卫擦眼泪。过了一会儿，见蓝忘机还站着不动，说道，韩光君，你儿子不知从哪得来的离愁别绪，这会儿满心满眼都沉浸在要被亲父抛弃的悲伤中，估计一时半会儿好不了呢，所以你快走吧，等他知道他父亲不要他了，就知道要找他阿爹了。不要胡说。蓝忘机道。好好好，不说不说。等蓝忘机走了，
魏无羡才低头看向坐在自己怀中哭得好不伤心的蓝卫，却只觉得好笑，一边给他擦眼泪一边笑，瞧给你伤心的，哭得好像你父亲再也不回来了。说着，见小人都开始打哭嗝了，又哄道不哭了呀，你父亲等下就回来了。似是知道蓝忘机真的走了，又被魏无羡哄了又哄，小蓝卫才渐渐止住了哭声，只是眼泪还在不停地掉，软趴趴地窝在魏无羡怀里，嘴里念着要父亲。